我对爱媛的第一个印象是《东京爱情故事》里永尾完治的故乡。第二个印象是这里有很多橘子。第三个印象，也是促成我这次来爱媛旅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的温泉很有名。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里有一段话：此地别的不管怎么看都远比不上东京，唯有温泉还不错。能让这位国民大作家高度评价的温泉，到日本怎么能不过来看看呢？于是就有了这趟从京都出发，跟着少爷一起去道后温泉的2天1夜小旅行。现在就一起出发吧。从京都出发去道后温泉，可以坐新干线到冈山站换车，再坐 JR 羽站线到松山，最后换乘当地的路面电车，就会抵达道后温泉。单程的交通时间大概要4个半小时，不过路途不算辛苦，而且沿途风景很好。有秋叶染红的山头乡营，也有蔚蓝的大海陪伴。还有翠绿田野的怀抱，好像发个呆就到松山了。松山是日本四国地区最大的城市，约有50万人口。这里是小说《少爷》和《板上之云》的舞台，加上知名的道后温泉，所以城市的宣传标语是“温泉和文学之城”，处处可见作家或温泉相关的元素。缓缓行驶的路面电车，一如这里的悠闲节奏。时间在这里像是放慢了速度，历史的痕迹渐渐变成眼前的进行式。道后温泉站是路面电车松山站前线的最终站，建于1901年。虽然中间经过重建，但仍保留了当年的面貌，还看得到当年闻名开化的洋房建筑风格。道后温泉站现在结合了星巴克咖啡，虽然是现代西洋的餐饮体验，一样能感受时光暂停的脚步。车站旁边还有台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少爷列车，把这一区的复古氛围拉到满分。少爷七关中是为了纪念道后温泉本馆建成100周年，
于1994年制作的地标装置。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整点的时候会响起稻后温泉特有的音乐，少爷里的人物会出来迎接旅客。机关钟旁边还有个竹汤，在这里休息一下，感受从脚暖到心头的小镇风情。往南走几步路，就会到被护城河环绕的稻后公园。这里其实是汤筑城的遗址。虽然还保有5家屋夫，但城堡相关的印记都不太明显了。公园里有一个展望台，有360度无遮挡的视野，可以一窥松山市区的全貌。可以看到松山城，是明天要参观的重要景点。也许是蓝天白云的陪伴和冬日暖阳的怀抱，又或者是开阔视野的万丈胸怀。还没深度体验温泉小镇的风情，却已经被眼前的祥和给征服了。沿着伊佐尔波坂走几分钟，就会到伊佐尔波神社。这座神社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原本是建在稻后公园的山脚处，14世纪迁移到现在的位置。而现在的建筑是1667年重新建造的，是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财。据说伊佐尔波神社是仿照京都石清水八幡宫所建造，是日本仅有的3座八幡神社之一。八幡宫的建筑特色就是由前后2间切细造的平入宫殿组成，从侧面看屋顶呈现 M 型。这里保留着桃山时代的传统，金叶柱、雕花浮刻、虾子红梁式，是一座色彩浓郁而且细节华丽的建筑。神社不大，10分钟就能走完，我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老朋友。涮鹅会马在知鹤山景寺的影片中有介绍过，但那时没拍到画面，这里总算能展示一下了。用几何和数学题向神明表达感谢，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见这么独特的文化。
向神明祈求旅程顺利之后，附近还有另一个汤神社。汤神社在道后温泉本馆旁边的小山坡上，像是在这里好好守护这座千年温泉一样的存在。一旁有条通向道后温泉本馆的天空步道，可以在这里泡泡足汤。从俯瞰的视角欣赏道后温泉本馆，感受这栋建筑的气势。道后温泉拥有约3000年的历史，据说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1994年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也是第一个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公共浴室。3层楼的木造结构建筑，1楼是浴场，2、3楼是休息用的房间。入口上方有个造型气派的唐破风，整栋建筑是不对称的外观。房檐上还有一座骑楼，门窗都是日式拉门的设计，建筑的占地面积比我想象中还大。不同方位呈现不同风格，是因为这栋建筑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扩建。外表华丽又壮观，近看还有很多细腻的细节。还没进去泡温泉，身心已经被疗愈了一大半。每天早上6点都会敲响正入阁中的科太鼓，响亮的鼓声代表可以入浴了。这栋建筑有着超强烈的日式意象，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欣赏，都能感受浓浓的日式传统氛围。晚上一定要穿着浴衣来洗温泉。来温泉小镇，当然要住传统的日式旅馆啦。
道后温泉本馆旁边的大河屋，就是我今天要下榻的旅馆。大厅堆叠了许多浓厚历史感的装饰。这是一家创立超过150年的老牌温泉旅馆，一直增建的建筑跨越好几个年代，也融合了好几种风格。通往房间的走道也充斥满满的复古气氛。打开纸拉门，我最爱的榻榻米房间出现了。10叠的空间非常宽敞，却让我陷入了两难：是要好好待在房间，享受放松的时光，还是要回到商店街，继续探索无限的小镇情趣呢？我的肚子告诉我，今晚出去吃点好料吧。带有顶棚的商店街有好几家餐厅，不过来松山，当然要吃这里的特色料理——鲷鱼饭。套餐的形式，除了有整块鲷鱼蒸煮的炊饭，还有生鱼片、天妇罗和渍菜。鲷鱼炊饭的吃法有点像鳗鱼饭三吃，把鲷鱼拌在饭里，先吃原味。第二种加上葱花和其他配料。最后一种是茶泡饭。我还蛮喜欢这种平时又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料理，吃饱后能用味觉留下这个地方的独特回忆。吃饱饭后，最适合在商店街散步，还能看到各种以橘子为主要食材的和果子。换上浴衣，回到道后温泉本馆，终于要来好好体验日本最古老的温泉了。里面不能拍摄，但是浴池里有个非常有趣的小装饰。小说《少爷》里有段剧情，主角在这里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游泳，结果第二天浴池就挂上了禁止游泳的告示牌。受到小说的启发，男子浴池神之汤就挂着这块牌子。在这里泡汤的时候，不由得产生和大文豪一起共浴的兴致。
夜晚的稻后温泉点上晕黄的灯光，就像电影《神隐少女》的场景一样，让人沉醉在古意中，舍不得说晚安。回到大河屋，这里也有大浴场，不过我来这里是要享用无限畅饮的日本酒。4楼还有个能剧舞台，这间宝藏旅馆真的有太多值得留恋的体验。回到房间，床已经铺好了，和少爷一起享用刚买的橘子风味和果子，带着甜蜜的滋味进入梦乡。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和少爷一起在房间欣赏清晨时分的细微曙光，享受这片刻的宜兰。泡过露天温泉后，就要和这家宝藏旅馆说再见了。感觉这一区还有好多细节没有深度体验，只好带着不舍，期待再来一次了。回到稻后温泉站，在星巴克吃个早餐，用咖啡开启一天的旅程。这栋旧明治时期的西式车站建筑，在1986年重建修复过，保留了文明启蒙的香气，完美融合这座温泉小镇的复古气氛中。1楼吧台采用整木装饰，还可以从后面的窗户看到火车穿越，象征从一杯咖啡开启的一段旅程。走上木头台阶，会到2楼的用餐空间。壁纸、沙发、墙面装饰、木头桌椅，每个细节都透露了时光留下的故事。布造形式的艺术品，把铁道、旅程与咖啡的关联紧紧地绑在一起。还可以隔空欣赏少爷机关中，在音乐与小说人物的陪伴下享用餐点。和少爷一起对这里说再见之后，就要开始今天的旅程了。坐公车约5分钟，就会到拥有1300年历史的石首寺。一下车
似乎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厚重历史及神秘气氛。穿过两旁有摊商的木质棚架参道，就会走到人王门。人王门是国宝，三间一门的三墙式塔门，由镰仓时代的武士于1318年建造，被评为日本最平衡的大门之一。左右两侧的人王像是重要文化财，高约2.5公尺，于1240年由佛教雕刻家建造，身强体壮的形象，不由得产生敬畏之心，走进寺院。正前方树立法器的本堂是重要文化财，里面供奉药师如来，可以在这里祈求生育和健康。本堂建于西元891年，并在1114年重建。5间2排的单层三墙式建筑，是日本寺庙和中国建筑融合的特色风格。这里是四国88圣地中的第51寺，阿弥陀堂前摆放象征88圣地寺院的沙子。如果无法88间寺院都走过一遍，可以把这里的沙子都摸过一遍，简化修炼的过程。全部的沙袋都摸过一遍后，反而开始萌生了一定要亲自走完四国遍路朝圣之旅的念头。境内还有很多重要文化财古迹，像是正在整修的三重塔，以及护摩堂及钟楼堂。在这里走上一圈，感受古时异域地方的宁静与神圣。松山虽然不是大城市，但市区内的交通非常方便，公车班次很多。由于市政府有管制建筑高度，所以保持了松山城在市区内的最高视野。用走路的方式前往松山城，会先经过二之丸史基庭园。二之丸史基庭园与一般的庭园造景很不一样，是透过旧房间的平面图来进行布局和造景。靠近入口的奥玉殿遗址，是利用水、砾石和草皮来表现流动与静止之间的抗衡。这里没什么人潮，开阔的布局与水面倒映的蓝天，带来幽兰的舒适。聚乐亭有宽敞的原侧，是为了能好好欣赏松山城而设计的空间。
走到东侧的林泉庭园，以裸露的岩石为背景，在红叶的衬托下，透过池塘和瀑布来表达侘寂的意境。圣山亭是境内的高点，能看到庭园的全貌。表玉殿遗址是以柑橘和花卉布局装饰的区域，也是充分反映松山特色作物的空间。走到观衡亭，这里是为了举办大型茶会而建的树基屋式建筑。我在观衡亭旁边遇到了老朋友水琴窟。这里的水琴窟是江户时代的造园师小觉远州的杰作。据说没有2个水琴窟有相同的音色，而即使是同一个水琴窟，也会因为一天之中的时间不同而有不同音调。水滴穿过罐子而落入碟子的回响声，清脆却能让人平静，是一种让人着迷的疗愈音效。从大井户遗址中可以看到，当时建筑非常重视水源的供应和火灾的防范。离开二之丸多闻，走路20分钟就会到传说中最难攻破的天守阁。20分钟是官方的说明，但我忽略了这条登山步道是上坡路。爬山的过程中，更加印证了这座难攻不破之城的称号。沿途可以看见阻止敌人从山腰入侵的登石垣，这是丰臣秀吉采用过的建城防御手法。走过户无门，有个能一览松山市景的小平台。穿过铜井门，对面的长牌建筑是太古门西平。
隐门其实是个陷阱，能在敌人进攻时在背后发动奇袭的侧门。本文广场是个狭长的通透空间，面对高处的攻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也是增强防御的设计之一。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看着濑户内海发发呆，却突然有股一夫当关的勇气。松山城由加藤嘉明于1602年建造，位在丘陵上的国家指定史迹，是日本现存12天守，也是百大名城。虽然去过日本很多城堡，但松山城的天守很不一样。在蜿蜒的动线上，要穿过好几个小城门才能进到天守，很容易被包围夹杀。果然是防御名城。松山城据说是日本最后一座完整的城堡建筑，展现了城状塔式天守阁的完整结构形式。天守内部除了还保留防御工事上的细节，还有很多古董可以欣赏。天守顶楼的360度大全景，能一望濑户内海和松山平原的开阔风景，被米其林绿色指南日本评为1星景点。我其实很少会那么详尽地介绍一座城堡，不过松山城真的很不一样，非常值得细细的欣赏。在这里能对坚不可摧这句成语有深刻的体会。可以乘坐缆车或吊车下山，就像飞翔中的老鹰，从空中享受这座城市的无限魅力。
支撑松山成为文学之城的另一部巨作，是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板上之云》。为了纪念这部作品，由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2006年完工的板上之云博物馆，是书迷不能错过的地标建筑。外形像一个倒三角形，每层楼都有斜坡相连，以爬上斜坡到达云层为设计理念，呼应小说里的故事。清水模与大面玻璃的设计，在绿色景观中感受自然和历史。板上之云博物馆旁边有一栋散发着大正时代浪漫气息的欧式建筑万翠庄。这里是九松定摩伯爵在1922年建造的住所，也是当时各界名流的社交场所，甚至连皇室成员造访松山的时候也会来这里拜访。现在作为国家重要文化财被细心保护着。鱼鳞屋顶、铜板窗台、浮雕石柱，外观竟是藏不住的华丽。1楼的开阔空间经常举办艺术展，而2楼则是保留了当时的格局与装饰。房间里有这栋建筑及夏目漱石曾经居所的介绍。木刻雕饰、水晶吊灯、大理石家饰，每个细节都透露主人对这里的用心营造，沉浸在当时的奢华气氛中。游览过道后温泉和松山城的纯日式建筑后，再来看看欧式建筑，不同的风格，却同样留下对历史足迹的感动。旁边的爱松亭，现在是素食咖啡馆。1895年，夏目漱石在这里的2楼寄宿了3个月。今天总算是跟着他的足迹，一起探访曾经生活过的空间。内部是简单的现代装潢风格，保留了很多素食的元素。店内的2只猫活在自己的世界，完全不顾客人的勾引与逗弄。这里有猫，并不只是主人的喜好，而是和漱石的另一部小说《我是猫》有关。小说中以猫为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描述，保留喵星人高冷的个性，却又忍不住以幽默的口吻流露对人类的嘲讽。也许这里的2只猫也正在以鄙视的目光嘲笑我的无知吧。夏目漱石住在这里的时候，曾经写信给好友，夸口说我的住所位于城山的山坡上，风景很好。在漱石的描述之下，眼前的2只猫，也许才是人类称羡的幸福吧。离开这座古典浪漫的城市，
我要乘坐伊予铁道高滨线，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复古气息的铁道，像是要回到现代的时空穿越载体，充满不舍的情绪。前进的车速并不快，透过民宅照射的夕阳光晕，是令人留恋的临别礼物。经过美津市站的时候，通透的车站月台搭配夕阳海景，这一刻，世界是忘了时间的钟。看了一下手表，正是4点33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绝对是东京爱情故事里最重要的时刻。我很后悔当下没有跳下电车，去看看让永尾完治遗憾一生的经典场景。只好让他的终身遗憾，伴随我的小小遗憾，变成将来再次造访的动力了。稻后温泉除了泡汤，还有丰富的体验。2天1夜的疗愈之旅，洗去身体的疲惫，也满足了精神的渴望，绝对是令人难忘的一趟旅行。完美的旅程，唯一的不完美，就是没有留下多一点时间，更深入的体验细致。不过，留一点小遗憾，才会有下次出发的动力，你说对吗？如果你也喜欢探索日本的温泉小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沉醉在日式复古的氛围中，感受身心无比的放松。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